5、6岁的时候就给我们慢慢的帮忙了。他从小我都把他带在店里面，他包锅我们从来都没教过他，都是自己学的。哎，还会转锅啊，哇，厉害厉害！他姐姐没有他勤快，我们不让他干，他都不愿意，会生气。哎，你家还有小员工啊？不是，这是我儿子，今年12岁。你才多大？啊，我33了，这个是小的，大的14了，上初2了。他姐姐没有他勤快，他姐姐不喜欢干这个，我儿子都没有使过，他都是自己愿意干。我们不让他干，他都不愿意，会生气。不仅会收拾，啥都会啊，炒菜啥都会。啊，还会炒菜啊，啥都会。他包锅我们从来都没教过他，都是自己学的。炒菜、摔板面、下板面他都会。像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他就是我们几点起来，他就几点起来。像我们5点钟起来，他也就5点起来。让他多睡会儿，他都不愿意。我们每天晚上12点回家，叫他提前回家，他提前早回家睡觉，他都不愿意，他就非得要跟我们一起。像我们店里的工作服呀，还有他自己的鞋子，都是他自己刷，我从来没有给他刷过。我们来看一下小胖子这个摔面，这个面啊这么硬啊，你擀起来不费劲啊？不费劲。你几岁就开始会做这个面的呢？6岁。啊，6岁就会做了。哇，这个动作很潇洒，你看到吗？非常潇洒。哇塞，厉害厉害！平时爸爸妈妈忙的时候，我都会帮他们做。忙不过来，你就会帮帮忙哈。嗯。我听说你还会炒菜是吧？对。啊，你会炒什么菜？我最拿手的就是炒面。那别的小朋友，人家礼拜天都出去玩啊，你不红眼啊，不想玩啊？我就不想玩，我就想帮爸爸妈妈分担点。啊，哇，真懂事。哇，这个翻锅动作太潇洒了，来点酱油。他不跟他姐姐吵架，他姐姐会有时候打他，这都不还手。他说男人就要，他就这样，他觉得他是男子汉。啊。他姐姐一般见识。那平时买鞋、买衣服，就是给他买他都不要。他的鞋和他裤子都他穿他爸的。啊，你自己炒自己吃啊？嗯。啊，自己炒的更香哈。嗯。我看你光吃面里面那个蔬菜，你为什么不吃啊？就喜欢肉，就喜欢吃肉，不喜欢吃菜。我放暑假的提前都把作业都写完了，来店里干活。老师都夸我懂事。我不光会炒面，我还会做地锅鸡。哦，你还会做地锅鸡啊？嗯。我们来看一下小胖炒的地锅鸡，放点酱油。啊，这个翻锅的动作非常熟练啊！这是炒鸡酱。这个？我是这个不麻烦的。嗯。那就再放点豆腐。好的，谢谢。只有那个锅里边卤那个鲜鸡蛋。鲜鸡蛋也管好，拿一个。好。你长大以后梦想是什么？做板面。这很多人不敢吃，但是特别鲜。一个晚上差不多要翻4轮左右，所以接待不过来。隔壁商家说算了，把门面给我来做吧。大家在这里吃，你看就光着跑，很有感觉。大家拿个瓢啊在那喝，然后压力呢释放出来。干杯！扁担宽，板凳长，小碗摆在板凳上。我现在是在安徽的合肥市啊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吃一个炉边菜，就是前面那家。哇塞，生意非常火爆。过去看一下，这才6点钟啊，都开始坐满了，这生意太火爆了。没有桌子，2条板凳，再加2个小煤炉，哇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这个做的什么菜，帅哥？这个剁椒活捉子，来点辣椒。湖南的特色就是辣椒，是吧？是。
酱鸭，这个就是酱板鸭了。对。然后这是我们的秘制酱，牛蛙是新鲜的，每天新鲜的牛蛙，然后酱板鸭是走湖南来的。啊，这个菜应该好吃，我们一会儿也弄给尝尝。酱板鸭烧牛蛙，哇，香！最后加点香菜。你是专门负责蒸菜的哈？啊，这个剁椒娃娃菜，哦，里面也是放剁椒的哈。对，我们那边比较喜欢吃辣椒。啊，这个还要放笼里面吃。对，满满一大盆的猪蹄啊，这个上面都是竹筒饭，活珠子，这个是鱼尾吧？对，啊，你这个猪蹄都要称一下哈。对，我们做好1斤，再放我们的原汤，哇，然后简单的调点味就可以了。最后放点青辣椒哈。对，这是我们提前加工好的，都是每天新鲜，新鲜做。垫点莴笋在下面，再放点大白菜。白菜。像今天晚上像这个猪蹄锅呢，能做多少锅呢？大概就是3、4几锅，3、4、5、6锅吧。果然是湖南菜啊，这个辣味已经呛鼻子了。这个是上桌现做的腰花，哇塞，太有氛围感了。上煤炉，这个有点意思哈。我们那边叫这个叫炭炉，炭炉子哈，上小煤炉。活珠子，活珠子哈。对，这很多人不敢吃，但是特别鲜。这个是湘西的特产鱼尾，非常的辣。老板娘亲自上菜了，忙不过来。哎，你怎么想起来做这个湖南菜的呢？我去湖南的张家界的时候，当时在山里面看到他们在村子里面就围炉坐一起吃饭，那个场景我感觉特别好。我们头脑里面印象，湖南菜都是很辣的。啊，对。那合肥这边人能适应吗？合肥人很能吃辣，现在吃这个有的还觉得不够辣，还要加辣。对，还要再加辣。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来，都是用这个瓢喝酒。哇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中间它这个是放了2个小煤炉子，上面炖的是这个小火锅啊，叫干锅应该是哈。这个是湖南的特色菜，酱板鸭炖牛蛙，啊，这个要焯一下，不要给它糊底了。哇塞，好香啊！这个是酱猪蹄，好有食欲啊。活珠子，南京的特色，它现在做成了这个湖南菜了。炸一个，这个太好吃了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湖南菜是非常辣的，但是它这个炉边菜啊，感觉没那么辣，基本上还是能接受的。湖南的这种辣，它不光是辣，而且呢吃起来非常香。约3、5个朋友啊，然后坐下来，来点小啤酒，是一种享受。湖南的特色菜辣鱼尾，这个要动手。哇，这个辣，特别辣吗？辣，反正我感觉很辣。哇，其实我是蛮能吃辣的，但是这个鱼尾啊，真的辣。它这个米饭都是盛在这个竹筒里面的，竹筒饭，米饭上来有点走了，好像有点凉了。这什么蛋饺吗？对，蛋饺。我来尝一个。其实这个蛋饺我在南京吃过，南京的蛋饺做的特别好吃。我看它这个什么味道？它里面不是纯肉泥的，它是一种带颗粒的肉丁。喜欢吃肉这个可以。豆豉鸡爪已经达到了那种枯骨的程度了，这里面放了豆豉，所以那种豆豉的香味啊特别浓郁。这个是一个鱼，感觉有点像上海那种熏鱼的样子。湖南人是无辣不欢的，所以说他每一道菜里面都是带点辣的。这是啥？我也不知道，有点像排骨吧？是排骨，豆豉排骨，这完全跟那个广东的广式早点里面那个豆豉排骨啊，它是2个概念。味道挺好，但是我个人吃就感觉偏辣了一点点。偏辣一点点啊。可是不怎么吃辣，但整体味道还可以。总体来说啊，它这个菜啊味道还是可以的，
但是它这种氛围、这种吃法啊更新颖。长板凳、小木椅子，哇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这个是我刚刚吃剩下的鱼，哇，超级辣。上次呢，吃这个好像鱿鱼，没事的时候就想拿起来咬2口。你看我这90后不像60后吗？不像58吗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这件事情就是选择了做餐饮，餐饮让我赚到了钱，也让我失去了很多很多。我现在是单身，我是一个单亲妈妈。我一直有个信念，我想把我这个味道做到国外去。兄弟们，我现在是在安徽合肥的蜀山区，今天要带你们去吃一个南京美女在合肥做的江湖菜黄辣丁。有点残忍。我们用的这都是2年左右的老母鸡，每天都要新鲜的吊它。我说了你可能都不相信，这一锅料的成本要3000多块钱，我们测算的这个人均在80块钱到120。那像这种消费在咱合肥啊，属于一个什么档次呢？大家都能消费得起啊，会吃的人都吃新鲜食材。那么有一些客户，那他可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，那也有。那我们不能说什么客户群体我们都能接受，我们只要我们认可我们的，我们追求我们想要的这个吃货的客人就行。像这个正常一天大概能做多少锅呢？13张桌子正常是2.5倍到3倍的翻台率，还不加夜宵，像节假日一天都2万多。啊！13张桌子，关键是我们才多大平方？我们才100个平方，也不是说我能力有多强。首先我比较勤快，再加上呢，我有那个身上有压力，这个压力不是来自于工作，是来自于生活啊，因为我想要的东西都很贵。这是重庆的那个榨菜片，提鲜的。这是我用的米酒，就是那个醪糟吧？醪糟正好可以中和一下我们中药材的。啊，这个是花椒、麻椒。这全是我们从四川运过来的。哇，你这辣椒还有好几种啊？对，辣与不辣，什么新一代类黄，可多了。有增香增色的哈。对，然后放点泡椒提鲜。泡椒。来点酒，刺激一下它的这个香味。这个还是那个菜籽油是吧？是的。啊。这个是要榨油。对，增香。应该就是叫油泼辣子哈。是的。这个就是现来现杀。这个就是叫那个黄辣丁是吧？对。我们那边好像叫昂刺鱼的。昂刺。这个是什么鱼啊？这个就是江回。江回。江回。我操！哇！哎呀，这个鱼只要一出了这个缸子里面，你看鱼的那个就没精神了，鲜活。对，你看眼睛能看出来，它只要离开水就不行，脱氧就是现来现杀。这鱼好吃些。对，但是这个鱼，哎呦，特别扎手。我看你这里面好像都是几个小伙子嘛。对，因为这个小伙子、大妈、大爷都能干，只要他听话，不需要专业。我招的人都没有一个是专业的，因为我就不专业。除了秘方是那个，其他的谁走的都可以替代，用人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。他这个是连这个小铁锅一起上来的，我们点了一个甲鱼，还有那个黄辣丁，先下甲鱼哈。先下甲鱼。啊，那这个每一桌的这个菜都是咱们店里面帮客人下好。对，因为我们要用计时器计时。啊。所有的鱼都能看到非常鲜活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个老豆腐。对，客评最高的。啊，这个好。对，千水豆腐万种鱼，正好还可以吸油，6分钟煮，2分钟焖。我来。叫了。我来。哇，好香啊！我们这一锅里面啊是放了1斤的黄辣丁，它现在这个1斤的黄辣丁啊是卖39.8块，然后还放了1只甲鱼，2斤重的现在它这边是卖180块钱。它这78块钱的锅底里面本身就加了一份叫1斤半的江团鱼在里面。先来一个黄辣丁，这个鱼肉啊它没什么刺，好吃。哇，好嫩啊！它这个锅底的味道呢，就是我们在四川啊吃的那种川味火锅的料差不多，但是呢，它比重庆的那种呢稍微淡一点，因为鱼吃起来本身就比较鲜，再加上这种辣汤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来一块甲鱼，放这个料里面，可以给它凉一下。一般正常我们甲鱼要么吃红烧的，要么吃炖汤的，但是放在火锅里面涮第一次。甲鱼的盖跟裙面啊，它是最好吃的，非常有筋道。
老豆腐，这个放在火锅里面吃啊是最过瘾的。千滚豆腐，万滚鱼，这个豆腐放在里面煮的越久越好吃。放点莴笋。其实我们江苏人是不怎么能吃辣的，但是它这个辣度啊，我还是比较能接受的。关键是它这个底料的油啊，太香了。这种鱼其实，如果你处理的不好的话，它是里面带一点的那种土腥味的，但是它放到这个锅里面煮完了，完全就吃不到土腥味了。爱吃鱼的兄弟们啊，可以来尝试一下。哇，这个鱼啊，放在火锅里面一煮，这种味道啊，太棒了，麻辣鲜香，而且是这种香味十足啊。说来话长，当时我也是身家上亿，然后因为丈夫赌博，一夜之间倾家荡产，输光了所有。当时我还在统计里面住院生孩子，就每天各种电话催债呀，打电话找我上门要钱的。当时他人也跑了，我也找不到他了。给我父母打电话，他们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当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，特别低落。当时就是有一种想抱着孩子跳楼的那种想法。因为我是农村人，没有家庭背景，也没有靠山，现在就什么都自己干，然后想把孩子好好养着。那你这个正常晚上营业到什么时候啊？有时候客人来晚了，就搞了3、4点、4、5点钟回去，几乎我每天都天亮回去吧。因为我有一些家庭变故，然后孩子出生就没人带，就一直都是阿姨带着带。那当时你跟你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是做的是什么生意啊？也是做烧烤。我们当时在武汉有12家店，当时做民生烤虾，在武汉也算是分店最多的烧烤店。然后当时在武汉做的挺火的，每个店营业额1万多吧，一天纯收入10万。那时候每天吃喝玩乐根本就不用干什么活，每天就纯收入10万左右，就每天就想着到处哪里去旅游，哪里好玩哪里玩，从来没干过活。现在就为了养活孩子啊，从摆地摊开始，很多人不相信我可以去摆地摊啊什么的，就觉得不可思议，很多人笑话我，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笑。为了养活孩子，什么苦什么罪我都能受，什么苦也能吃，没办法，都是生活所逼的，必须得什么都会呀，你不会谁也靠不住啊，因为只有靠自己。女孩子都是被逼出来的。送小黄鱼。出院之后，还是住在自己房子里面，但是法院通知卖房子，但是有一个过程，没那么快。但是每天还是各种催债的，敲门呀、打电话呀、恐吓呀、威胁呀。然后我跟我父母买的房子也是，买的养老房子也是在我那个小区后面，也是买的2期，我住的1期，就隔一条马路。那种要债的，就天天逼上门来。就是恐吓我什么的，你要是不还钱什么的，去对我家人怎么的。但是我又怕他们受到伤害。房子快卖的时候，我爸就知道我要卖房子，就给我打电话说，他说你弟弟现在也在外面欠钱了，别人也找上门来了。我说爸，那我真没办法，我说我现在这种处境，我自己都救不活了，我没办法救你们，我也帮助不了。我爸说，你这房子不是才卖了，手还有几十万块钱吗？他说你先借给我。我跟我爸说，我说这个钱真的不能借。我说现在孩子刚刚出生，他爸也跑了，也不在了，我也联系不上。我如果把这个钱借给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，怎么养活孩子了。然后我爸就跟我闹，跟我说好话，然后就是说求我。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。然后我爸就说，他说这个钱你借不借？我说爸，我真的不能借。我说我借给你，我就没办法养活孩子了。我爸说，行，那你不借，你今天在从今以后不要进这个家门，我们断绝父女关系。我说行。我说爸，这是你说的话。我说你给我记住了，我绝对不会踏出这个家门半步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。多少年没回去了？快5年了。过年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家。
想家吧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但是没有一个亲人给我打过电话。我弟弟结婚生孩子买车，家里只要说什么，我都从来没有反对过，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。然后他们那个养老房子，当时也是我做烧烤赚的钱，然后去给他们买的。去交那个钱的时候，当时那个钱上面还有孜然的味道。那时候我还跟我爸开玩笑说：“我说爸，我说这个房子都是我辛辛苦苦每天熬夜挣出来的钱，我说上面还有孜然味。”当时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外面赚钱有多辛苦。当时我开10几家店的时候，我爸妈从来没过来给我帮过忙，只是一味的索取，就说你现在做的这么好了，你弟弟怎么的？然后就说要我给点生意他们做。当时我有12家店的时候，我就给了2、3家店，我爸跟我弟弟他们自己去做，就是已经做得很好的时候去给他们的，给他们管理。我弟也是不务正业，每天就不守店，到处跑，到处玩。然后那个3家店也被他们慢慢的就败完了。我出事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打电话，我就把所有的事情跟他们讲了。他们好像听的是听别人家故事一样，没有任何主动说过来看一下我、安慰我什么的，帮一下忙。恨没恨过他们？恨过，但是我恨又能怎样呢？他们作为父母的，都从来不心疼我，也从来没管过我，但是我只是恨那一时，就是当时他说这话那些时候，后来就再也没恨过了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回过家，特别是每年逢年过节，看到别人家热热闹闹过年的那种气氛，就特别羡慕。就在我家附近租了一个70、80平的房子，然后还是请了阿姨带孩子，我就自己去吉庆街摆摊卖烧烤，然后摆了2年之后，存了一点钱，然后自己又开了店，然后到现在有3家店，在武汉有3套房、2辆车。我看你刚刚开的那个保时捷可不便宜啊。还行吧。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回家。听说我这几年没回去了之后，好像听说他们已经离婚了。因为以前怎么说呢？虽然我是一个女儿，但是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部都是我做主。然后可能没有感觉，就是感觉他们没有我这个那种靠山之后。他们觉得日子挺难过的，然后就整天扯皮啊干嘛的，然后弟弟也是那个样子不争气，然后他们估计也过不好，然后就也离了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。搞到4、5点钟还要把第2天的东西全部准备好啊，腌制好啊，然后第2天来再穿什么的。一开门，每天一开门就直接炸锅，每天排队，1年365天都没休息，过年我都没休息。去年过年的时候卖羊汤啊，然后那辆车就是去年冬天卖羊汤赚的。那个保时捷就是卖羊汤赚的。对。你还做羊汤？对，我们冬天做羊汤，夏天做烧烤，天天烟熏火燎的，谁愿意做啊？但是比打工强，只要能挣钱，我什么都能干。来，这个就是今天呢在武汉非常火爆的这个海鲜烧烤。他们家呢也是我在网上啊无意中刷到的，感觉到这个美女老板娘啊这个创业的故事啊非常励志，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跑过来尝一尝。我先来尝尝它这个烤肉串，这个烧烤啊味道好不好，主要是看这个烤肉串。那它这个肉串呢可能是提前腌制过的，所以吃到嘴里面啊非常入味。因为我们的摄影师啊不怎么能吃辣，所以我就没让他放辣椒。这个吃起来就是那种咸香味的，而且外皮烤得很焦，很香。这个是龙虾尾，一般正常我们吃这个龙虾尾啊，要么就是卤出来的，
要么就是烧出来的。但这种烤的还是第一次吃，感觉这个烤出来的应该更香，因为它外面撒了一层孜然粉，所以吃起来特别香。我的最爱，烤小黄鱼。它这个鸡爪因为是卤过的，然后再烤的，所以呢感觉非常的软烂。这家老板娘的故事啊，非常的传奇，而且非常的励志。从身价过亿，然后到一夜之间一无所有，现在又能东山再起。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比较早，所以说我们亲眼看到的就是他从这个开门一直到现在就没停过，什么事都做。烧炭啊，穿串子啊，什么都干。现在他做了3个店，而且每家店的生意啊都比较好。4万左右吧。一天4万。是的，几乎每个桌子吧都会翻个3至4遍，甚至5遍。晚上最多的时候做过多少台的呢？加在一起有100-200桌。哇，你个女强人啊！哎呀，那也不是为了生活，30年了，黄毛丫头已经做到奶奶级了。兄弟们，我现在是在湖北武汉的武昌区。今天啊，我们要去吃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天花板级的苍蝇馆子，就是前面这家。这餐厅里面都坐满了，当然指这边拐过去。像您这个店正常人均消费大概有多少？70-80了。在武汉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档位呢？有一点偏高吧，有一点偏高，但是我这东西食材好啊。高有高的它道理啊，我每一个菜都卖得好。因为到了晚上，几乎台子上面全部是空的，都卖完了，没有剩菜。对，但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，所以好多人问我你哪个菜卖得好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到了晚上全部卖空，好多有时候为了一个菜没有了，最后2个客人，2个人争起来了都有，最后一份了2个人都要点呢，他们就是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谁来吃这个菜。这个店里面现在菜品大概有多少种呢？这个还没算过，因为我每天去买菜，那个菜有新鲜的，我就直接把它加过来了。我觉得哪个菜好，因为我这没有菜单嘛。比如说我今天买了，我今天有卖的，我明天买不到这个菜，我就没有卖的。那你没菜单也没有菜价，人家怎么点菜的？就看菜点上嘛，所以这就是特色嘛。顾客也没有哪个扯皮说价钱不一样啊，回去说瞎收钱呐，还没有反应。这是黄鳝吧，好像。黄鳝跟田鸡哈。哎，对，这个菜每天卖的销售量是最好的。这边就是这个哈，是黄鳝。对，生态的，虽说小，但是这个质量很好的。啊，都是生态的哈。对，但是烧这种跟这个一起烧的话，也不能太大了，太大了也不好吃，这都是最好的。老板，你这么大老板还要亲自烧菜啊？要把关呐。别人烧不放心哈。是的。哇，这个太诱人了，漂亮。这个是牛三鲜。牛三鲜哦。对。就是牛杂是吧？对，牛三鲜。你看我们这都是大块吃肉，每一块都很大的。其实师傅做的也很好，但是就是热爱这一行嘛，我已经炒变形了。都扁下去了这一块。对，所有的都是这。就炒菜炒得多了。炒太多了。我随时可以炒2个炉子，炒3个炉子的啊。一个人可以控制3个哈。对。这个是那种莲藕。我呢要用那个锅弄都太小了，所以我就用大盆了。黄鳝。哇，这黄鳝还动啊！是的，都是活的。2个小时前才杀的。来点辣椒，这就叫烟火气啊！我们就排骨做的有点小。我对人家外面说，您家是苍蝇馆子的天花板啊。我觉得就一般般吧。其实做我们这一行，都想把自己的几个菜都想炒好，只是说我的运气好些。像你这边一般正常一天能做多少桌呢？170-80桌吧，每一个台号都要翻好几遍的。这叫黄辣丁。对。黄辣丁咱武汉应该叫什么呢？叫黄鳝鱼、黄骨鱼。黄骨鱼哈。对。
这个也好吃的。这个鱼必须要吃新鲜的。就是那个黄鳝烧田鸡，给我来一个。这个是什么？牛肉是吧？牛肉不吃。点单率最高的是哪道菜？就是那个青阳市啊，炒鸡蛋是吧？那给我们来一个干莴苣炒腊肉，鱿鱼爆腰花。来这里给我们来一个。现在外面可以坐吗？坐这张桌子好吧？啊，3个人。外面的9号桌啊。就这个，好吧。我长期一锅可以烧几份的。这一份现在是卖多少钱？这一份卖98块钱。98好。因为现在这个菜也不怎么赚钱了，这个菜鳝鱼都买到40多块钱一斤，前些周我们买过55一斤的鳝鱼，但是我们鳝鱼1斤2两，几乎这个菜就是，但是不亏也不会赚钱。没什么利润哈。对，但是我有别的菜可以赚点钱的。你不是说每一个菜都要赚钱的。黄鳝烧田鸡这一份呢是98，鱿鱼炒腰花这个是58，这个叫干莴苣炒腊肉，这个是多少钱呢？啊，这个是48的，这个就是青的西红柿啊炒鸡蛋，这个是28，这个肯定捡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吃啊。这个腰花，腰花不是那种特别嫩的，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感觉，味道还可以。鱿鱼，这道菜我觉得应该说叫炒双脆，两种食材啊都是脆脆的。这个是他家点单率最高的黄鳝烧田鸡，他都是用的这种不大的这种小黄鳝。老板娘说这个是生态的，尝一下，这还可以，比较嫩。它这个是烧蒜苔的，啊，我发现他这边菜基本上都是带一点那种小辣口的，这个叫健美菜，小黄还挺好吃的，因为它比较小嘛，所以说你可以把它连骨头都嚼了。干莴笋炒腊肉啊，它这里面好像有那个腊肠，稍微有点偏咸，这个莴笋倒挺好吃的，脆蓬蓬的，配米饭应该很好，来点米饭。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青西红柿炒鸡蛋，这个比那红的好吃。这家被很多人称为武汉的苍蝇馆子的天花板，人气特别旺，大厅里面基本上都坐满了，外面都摆了这么多桌子。